趁着这几天下雨呢，我们也把房间里面的那些仿瓷粉给刮上了，我们里面也越来越好了。我们现在打算把小院这些全部都给规划一下。因为后续我们会有更大的动作，我们把小院给硬化了之后，会做一系列的规划。上面有一堆沙子呢，也需要把它划下来。我们看了天气预报，最近好像2天都不会下雨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小院的打算了，不能一直都在里面做那些粉刷的工作，是不是？肯定要把小院给完善起来。虽然这几天不能拉材料来，但是我们自己去把剩余的沙子给运下来，然后用我们自己的人工去把它扛下来了过后，先把我们的围墙给做起来。其他的工作我们后续走一步算一步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沙子的情况。不仅房间的里面要做好，我们外部也要不断的完善才行，不然像这样的话，我们永远都停留在一个工作当中。不管是怎么做，我们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老房子好。目前我们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小院硬化的问题。因为下雨的话，一横在上面走，不仅有一些泥把他的衣服裤子弄脏，然后他摔跤的话也会不安全，因为全是一些石头。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小院给硬化的。现在的地面已经干了，今天一天都是晴的，昨天下了1天的雨，然后现在地面完全没有那种湿哒哒的感觉。我们从上面背沙子啊，或者是运所有的材料，都不会担心会滑倒，这条路还是可以正常走的。现在我们担心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不仅材料运不下来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滑道，管道运输嘛，它只能运到我们的蓄水池那个地方，然后可能接下来的一段路都需要我们人工扛下来。看到了吗？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做的那个运输管道。我们不知道是把那个管道，先从上面部分移到蓄水池那里来，然后再从蓄水池那里把那个管道给接下来，接到这里，然后沙子再把它滑到这里，从这里给扛过去可能会简单一些，而且用那个独轮车运的话可能也会轻松一些。但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，那个管道可能运下来的话没那么长，而且也需要从上面移下来，然后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。如果它是坡度比较陡的，所以害怕它那个管道也一起滑下来。现在我们是绑在那个核桃树上的，这样可以看一下，有那么大一个核桃树，它可以固定。如果是移到这里来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固定的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老妈说把那个管道移到这里来，然后从这里接下去，接到我们租的这块田地里面。现在的话，目前想的就是，运到田地里面，再从田地里面过去，可能会方便一点。运到下面确实是要方便一点，但是下面那块种菜的地可能就会被踩踏，那些种的菜就不能吃了。从这里下来确实是最方便的，而且我们人工扛过去也不会费力，用那个独轮车也会更加的轻松一点，因为这地里面它的路比较宽，到时候那个独轮车也比较好走。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太陡了，有一点危险。而且这里也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给我们想一个办法，怎么样才能把那个管道给它固定了之后，那个管道伸在我们的地里面去，给它滑到下面去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不少的精力了。往这里下来的坡度应该在80度左右，还是比较陡的。如果我们的管道运输只运到蓄水池这个地方的话，其他的那些部分就需要我们自己用人工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路还要难走一点，上面这一段路没有多少那个滑道的部分，它滑到这里虽然它是减少了一部分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减少的作用不是太大。还有人跟我们说可以用一个钢丝滑索，我们之前也有用过，可能以前看我们的视频的人都知道。哎呦，用那个钢丝滑索可能是不太现实的，因为我们以前用过，不仅把我们租的这个房子的板面给打坏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它滑下去了之后，容易把那个板面给打烂，就是在
接头的那个位置，那个沙子如果滑下去的话，那个塑料口袋可能会破。如果是滑砖的话，那个砖就容易打碎啊。当时滑索因为它的坡度太大了，还是不现实。我们现在想的办法就是用这个管道，现在管道的缺点也很多，所以以后如果大家想要在农村买房子居住的话，大家一定不要跟着我们学哟，因为在一个不通路的地方的话，什么东西都不方便，不仅运材料不方便，我们每次买点东西下来的话，都需要我们自己扛着下来，都不能直接把东西放到我们的房子面前。如果是通路的地方的话，可以减少一半的钱，然后修这个房子，也可以减少一半的精力。这根管道在这里几个月了，还是比较坚固的。我们上去看一下上面还有多少沙子，先把它滑下来，滑到这里堆着吧。后面要怎么做，我们再看一下李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的话，我们就会省时省力。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们就只能是人工的从这里扛下去。我们暂时要做的就是从上面把那些沙子给滑下来。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上次用来做化粪池的一些沙子还是这么一些，我们这些沙子可能只够用来做我们围墙的基础，如果是用来打地皮硬化的话，这些沙子是完全不够的。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一直都停着没有做小院的硬化工作，就是因为沙子不够，然后那个车子拉沙子拉不来。这些呢也不能说一次性把它打完，只能打一小部分，但是它的地坪工作肯定是要一次性打完的，不能一点一点的完成。如果一点一点的完成的话，可能它的衔接不是很好。然后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管道，它是固定在这棵核桃树上的，这里它有地方固定，所以它才会这么结实这么稳固。然后换到下面去，因为下面全部是光秃秃的，没有这么大的大树，所以它固定不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想办法，先把这一堆沙子给它运到蓄水池那里去了再说吧。还有这么多砖，这些砖我们还是以前修房子的时候堆在这里的，都已经堆了几年了。到时候我们也是要想办法把这些砖给弄下去，用来做小院。因为我们小院里面也堆了一些砖嘛，可能拿来做围墙的话，不知道够不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这些砖也需要用人工扛下去。之前我们请村里面的老人是2块钱一个，从这里扛到我们小院那里去。现在的话，不知道2块钱一个，他们还愿不愿意给我们扛？用走捷径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这个砖块它容易碎。用那个管道滑的话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它摔下去可能会摔碎。如果是用滑索的话，我们之前也滑过，一天3个人，然后滑那个才滑了100多个。跟请人工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。虽然天气不好，我们的材料拉不下来，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仅有的这些材料，把我们小院的基础给弄好。到时候天气好一点，我们再叫他们拉材料来，把材料拉来了之后，我们的基础也做好了，这样完善起来的话，它会更快一点。不管天晴下雨，我们都在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房子。下雨我们就做我们房间里面，天气晴的话，我们就做我们小院里面外面的工作。反正我们小院里面每天都在有所变化，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所期待，我们小院越来越好。